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这一天，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您也支持吧？我也支持。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对的。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这徐书记的才华，怎么用进去了？那不敢。哎，卢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我再考虑考虑。卢老，可不敢再考虑了。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宾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文科将军来吗？是啊，已经到了。是啊。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吃了。人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老夫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四处爬蛇？我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我不答应，好像我有一个愤然不义的人。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对，一言为定啊。徐书记，我就在这里庄严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官
好，好，谢谢如老，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热爱杨虎城将军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不好意思，失态了。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习主席好，习主席好。哦，请进。哦，文培先生，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谢谢谢谢。好，坐，快坐。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坐坐。仲勋啊，你真是心细呀。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您呀，也要不吝赐教啊。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们的首要任务。可是除此之外，
关于咱西北发展，你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由2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祸，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路路通，一切通嘛。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保天路，修建天蓝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熊经理找你。哦，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啊？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对，我调整的，怎么了？啊，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差距还是有点小啊。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3、6、9等。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没划等号啊！哎，你看，你看这儿，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来，坐。
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呀？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熊某人对我们沙场，对新中国，我是一片赤诚。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同志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美国的海军第7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大炮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议一议啊！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彭总，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现在吗？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是，请彭总放心，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赶紧通知机场，给彭总准备一些吃的。是。老婆，出兵朝鲜，你担子不轻啊。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走吧，走吧。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啊，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它调好的。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老婆，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啊！请主席放心。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3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1台，今天又坏2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顾代表，既然你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哦，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
熊一信，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啊？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沙场真不能没有您，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建厂的时候，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熊经理，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走。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顾林。顾林？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儿了。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呢。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这样吧，找个时间啊，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龚林同志，请进。习书记。顾林同志，很久不见啊！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
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顾林同志，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呐！我准备了一桌的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群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的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你又夸奖我了啊！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付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那你想去哪儿啊？我顾林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庆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习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化沙场工作，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钟轩啊，顾林这种人还能用吗？托付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来，坐位置。习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啊？孟兰同志，你先别激动，来，坐下慢慢说。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孟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习书记检讨过了。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秦老师，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嘛。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做的错误。但是，这样，秦老师你坐。来，孟兰同志，坐下慢慢说。来，快。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我认为不合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作为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那如果他再犯错误，习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好。来，请坐。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干杯！干杯！请坐。佛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来，敬你。来。疾风和暴雨结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与信仰相遇，找回生命的远近，不懈崎岖，寻觅真理，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将信念磨砺，思想火花